哎，你们知道咱们东北这种酒桌上的哲学式官方语言是怎么给一个外国人带偏的？就当时他回铁岭啊，要办婚礼嘛，那婚礼头2天不是有那种婚前宴请吗？我俩就拿个酒杯挨桌敬酒，然后就来到了一桌这个德高望重的长辈这儿，然后德高望重长辈中呢有个最德高望重的，他就开始就是讲话了。完我还跟我老公说，我说讲话这人叫韩宝宝，快叫韩宝宝。我老公说他咋起名叫汉堡包呢？汉堡包呢？然后汉堡包就开始讲话了。我提一句啊，这个彩铃啊，来自这个铁岭。铁岭是喜剧的故乡。这叫什么来着？这杰米，对，杰米，哎，杰米呢，来自这个加拿大，白求恩的故乡。你们2个人呢，来自这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啊，乃至不同的文化，这个呢是一种缘分。我们希望你们2个人呢，以后的日子里哈，在爱情上啊，在这个事业上，乃至在这个人生的发展上，从不同的角度，哎，这个不同的层面，方方面面的，哎，能够做到一个这个共同的扶持。结果我老公都听困了，问我这汉堡包说啥呢？我说让咱俩好好过。我老公说那他这说了5分钟就这点内容，那他提白求恩干啥呀？我说白求恩让咱俩好好过。完他就问我说这个汉堡包一直说这是什么意思？还有这个方方面面的到底他在表达什么？我说这个属于水词儿，它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就是当你对你的稿子啊，你没有那么自信，就是你也准备的可能一般，但是你想表达你准备了，你这个气场它是属于就是撑牌面的话。它的作用呢，就其实你啥也没说，但是显示出来呢，就是你就是这个方方面面的说了很多东西。然后2天之后我俩结婚嘛，就办婚礼之前，他背他那个稿背了1个礼拜，因为我妈是就场面人，一定要让他把话这个方方面面的都说全。结果结婚的时候，我走到台中央，他把我接过来了，就到他讲话的时候了，就这点词儿背的就吭哧瘪肚的，哎呦我的妈，老费劲了。本来他都放弃了，兜里有稿，要把这稿从兜里拿出来，要照稿念，稿都已经放在面前了，突然间人家灵机一动，啪稿撇了。面朝着满堂宾客就开始了。今天有这个鱼，有鸡，还有这个肉，希望大家今天能够这个吃好啊，玩好啊，乃至喝好。然后我和彩玲呢，就是这个方方面面的啊，白求恩让咱俩好好过。我的婆婆来了一趟东北，被治得服服的。本来温蒂啊是一个挺邪乎、挺支棱的一个人，来东北这几天，整个人肉眼可见的孬了。她觉得东北人和中国其他地区的人口特征都不一样。我们去了一趟齐齐哈尔大夜市，这是温蒂人生第1次逛夜市。到了门口有很多卖狗的，温蒂非常开心，问人家这是啥？老板说这是 dog。然后拿铁说，我奶想问你品种。老板说这一窝是泰迪 dog， 这一窝是比熊 dog， 这一窝是串。温蒂说啥？拿铁说他说那一窝是 BBQ。温蒂当时就懵了，跟老板说哦，你们太残忍了，你告诉他我不允许他们这么做，我不接受。找打给老板翻译，老板说干啥呀？一惊一乍的，人爹妈都自愿的，你不接受什么玩意儿？你不接受。温蒂说但是你是他们的主人呢，难道不应该是你来看管他们吗？老板说那我是主人，但是串这种事儿，那我当时也没看住啊，没看住啊。而且我婆婆总结了，就是在中国任何一个其他的地方，当她跟别人对话的时候，如果对方英文不太好，她都能感觉到对方的那种羞涩、那种犹豫、那种不好意思。但是在东北，她完全感觉不到。她说我感觉啊，在你们东北人心中，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沟通不了的，什么招都能用。但最让温蒂没想到的是，那天我们碰到了一个无比骁勇的大哥，说不明白英文，直接唱。我们那天去看丹顶鹤，所有人都在那等丹顶鹤起飞，这时候就过来一大哥，我亲眼看见整个过程啊。大哥过来问温蒂，哎，你知道一会儿看啥鸟吗？ What bird？ 温蒂说 I don't know。 大哥说丹顶鹤吗？哎，丹顶鹤咋说的？没学过这玩意儿。Elephant 不是，咋跟他翻译呢？哎，你没听过那首歌吗？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还有梦中的丹顶鹤，哎，丹顶鹤
对吧？然后大哥啪一下拍我一下，你不知道这歌吗？他没听过，你还没听过吗？我说大哥我听过，但是那是橄榄树，橄榄树。温蒂感觉这里民风非常豪迈，真想向全世界安利齐齐海尔。去参观飞鹤牧场，看人牛都住别墅做 SPA， 每天餐标超100元，产出的生牛乳关键指标优于欧盟标准20倍，从挤奶到加工成本最快不超2小时，真是全球0.1%珍稀奶源地在飞鹤。然后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在齐齐海尔溜达，碰着个打气枪的游戏。我说老板你告诉我规则，打中几个气球给什么礼物，什么奖励机制，我给他们翻译。老板说不用，我会说英文，我去过俄罗斯。老板告诉温蒂，来，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个是干，对吧？干枪，但是别害怕啊，这是个气儿干。你要干啥呢？你要打对面的气儿爆。我给你什么礼物，取决于这个 how many 气儿爆，让你给啪，明白没？啪，兵场，啪，花露水。温蒂居然听明白了，他问老板，那如果我要是啪呢？老板说，那你直接参加奥运会去，跟我搁这啪为啥呢？你啪。然后老板指导温蒂射击姿势的时候，直接就上东北话。下壳搁这儿，把那盆儿我带你，下壳贴上。发现这外国人完全听不懂，老板思索了一秒，觉得问题是音量和语速，而不是他的东北话。于是他把东北话更大声的跟温蒂说了一遍。下壳卡这儿。温蒂说，我听不懂他说话是因为我不是东北人，不是因为我聋，你让他别喊了行不？扎铁的朋友都急了。我非常佩服我的婆婆和小姑子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跟我一起抱团旅游，内蒙古玩了一圈，1分额外的钱都没花，谁也忽悠不了她。在内蒙哈，一有卖奶酪的，温蒂就说不用聊了，我乳糖不耐受 ，no thank you。但是，一旦有免费试吃的项目，那奶酪一点不少吃，在耐受和不耐受之间自由切换。乳糖都懵了，你到底是耐我还是不耐我呀？耐我还是不耐我呀？导游也懵了，这人不是乳糖不耐受，是花钱不耐受。额外的钱1分不花，包含的项目分毫不落。我们的团包含一个战马宴，这个活动大概就是大伙儿都穿上蒙古族的服装，所有人都进一个超级大的蒙古包，包一顿吃蒙餐，喝马奶酒，还包看节目。温蒂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已经困得不行了，但坚持要盛装出席，参加蒙古大 party。人家演员上来给每个人敬一杯马奶酒，温蒂立马敬上了，还特意问我一嘴，都包啊？我说都包。温蒂一口干了，而且给的西瓜、花卷子、花生米，咔咔炫，全光盘，还跟他女儿说多多吃，多多喝，这个屋里啥都包，所以他叫蒙古包。蒙古包。温蒂平时是闻着点酒味儿都能微醺的人，今天连干4个马奶酒，真的，当时演出一度暂停啊，因为演员们都在看他。然后人家蒙古包说挑2个幸运观众上来扮演王爷和王妃，王爷呢选了大胖媳妇儿，所以王妃本来应该是我，但人家一看我没穿蒙古服装，说不太搭。温蒂说我去，温蒂选妃成功，选上之后有点紧张，跟我说我当王妃，别人是不是瞅我有点太老，以为我在这搞笑呢？搞笑呢？我说没事，首先你儿子看着也不年轻，再说咱可以护肤化妆，用 WIS 时光抗老套装，一套就能淡纹提亮，而且成分安全。我说温蒂这套你就可以拿着，它里边含有 Resk 包，胶原精粹，能淡化皮肤的纹纹路路，再搭配抗氧化的 M6P， 皮肤透亮显气色。早上水乳，晚上再来个面霜修护，一套就齐全，用完脸弹弹润润的。然后王爷和王妃就上去了，人家让他们沾点酒敬天地，王爷和王妃是这么敬的。这个玩意儿，人家让王爷在羊的后背象征性画个10字，王爷直接把羊叫开了。我一听面，他死了，轻点，他死了，听光吃的就哎呦。主持人沟通不了，拼命在变调说中文。他就是王妃手持蒙古刀，你拿着这个蒙古刀，你拿着这个蒙古刀。主持人以为这样就是外国口音，而外国人以为这主持人有内蒙口音。全场人家别的游客也没看蒙族表演呢，就看他几个跳了，就是一个 party， 只有张大铁全程拒绝参与。张大铁吧，就脸上老写着几个大字：万事皆有度，喜怒不形于色，就特别嫌他们老外闹腾，狂翻白眼。表演到最后哈，温蒂都迷糊了。我说温蒂，咱可以走了。温蒂说这个演出是包含的项目，不能浪费。人家表演呼麦，他虽然看不懂，但就是不走。他女儿问他说：“妈呀，咱回去吧，这几个人干啥呢？”温蒂说：“你要用心去听。你看我用心去听了，我就懂他们在表达什么。文化是可以超越语言的，你可以不懂他的语言，但是你不能不懂他背后的文化。”玛丽莎说：“也没有语言呢。”结果呼麦呼了10分钟，温蒂实在憋不住了，过来问我：“这个乐队是不是忘词儿了？是不是忘词儿了？”